这个印厂原来还有点历史了。江雨晨，有空没？印厂全身而退，算是吧。助理呢？吃了饭就回屋了，一次都没有出来过。那你就这么待着？你这男朋友真够格啊！要不我上去看看？看什么看呀？他现在这种状态，不是开导一两句就行了的。那有什么是我能帮忙的呀？你最近跟顾白芷怎么样了？干嘛突然问这个？啊，应场有几篇报道需要核实一下，他人脉广，我想让他帮我联系几个人。你躲避我眼神干什么？没躲避啊。我就是觉得吧，这事儿你自己问他就行了。我问他，那我不欠他一个人情啊。你帮我问，我能白嫖。你不觉得自己最近越来越无耻了吗？那要看跟谁比，跟你比的话，我甘拜下风。我有事儿，先走了。你能有什么事儿啊？无可奉告。啊？怎么笑得一脸春心荡漾的呀？顾总监，能给我解释一下吗？这些作者有什么问题，非得把他们从强推榜上撤下来？这些小说的质量确实达不到强推榜的标准。强推榜一旦质量下滑的话，新动网的付费用户就会流失。这块既然交给我了，罗总就相信我吧。行。那之前交代过你的有关江雨成的事情进展如何了？他一旦有新书计划，我会尽快拿下。顾总监，这做事呢，还是要讲究方式方法的。有些事情关上门来比较好谈。你这话什么意思？这些年轻的作者哪个不是凭实力？见不得人的手段我不需要。顾白芷，我发现你最近很爱和我叫板，从云飞的锦衣手札到现在的强推榜江雨成，什么意思啊？罗总，你真的误会了，我就是公事公办。行，我就等你公事公办的结果。肖雨辰老师，来接顾总监下班。啊，是。好一个公事公办，看来女人说的话也不能轻信啊。是什么意思？顾白芷这个人，你应该比我更了解她吧？你就不担心她有其他的目的？罗总，您到底想说什么？比如说，签下你的下一本新书，就能晋升副总。你在聊什么呢？啊，没什么，随便聊两句。哦，对了，周川想找你帮忙。走吧。手没事吧？你看这一地破碎的玻璃，像不像我这一破碎的事业？别告诉我是你故意打碎的啊！我只是想喝口水而已。
说我不会真的没有工作了吧？距离你停职还不到24个小时，能不能好好睡觉？睡觉啊！不如你叫我打游戏吧，不打游戏看电影也行。现在应该有午夜场吧？还是说我们出去吃点夜宵，给二狗变装呢？给你变装也行，能不能找点开心的事情让我做一下？好啦，明天你要做什么我都陪你。今天晚上你就好好休息。被子盖好了。哎，老师，你别走，白天睡多了，晚上睡不着，你陪我一会儿吧。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真的，我现在一毕业就是我丢工作了，流落街头。梁主任和老苗一边给我扔硬币，一边把我当乞丐，还嘲笑我。好，我就在这儿陪你，好吗？那是你真好。你太过分了！就算我昨天晚上伤心难过失忆，你也不应该趁人之危吧？昨天晚上是你自己拉着我留下的，我什么都没看。你出去！我走！我出去！不是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干。最近愁啊！哎，我跟他说了，小神仙口碑不错，销量还在持续上升，现在已经差不多突破15万了。他才高兴了10分钟，10分钟之后又上楼去了。一到晚上呢，就在客厅里到处溜达，又是看电影，又是玩游戏的，还得非得拉着我一块儿。第二天早上又一脚把我给踹下去了，就这么反反复复好多天，日夜反复无常的，就跟喝了假酒似的。哎呀，我现在算是知道了呀，什么叫做翻脸比翻书还快了呀！踹下去？从哪儿踹下去？不是我说你聊天挺会抓重点呀。我跟他就是纯洁的男女朋友关系，发乎情止乎礼，没有越雷池一步。我看你啊，就是表面柳下惠，实际西门庆。哼，那你呢？你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吧？哎，你这情绪不太对啊！前2天不还春心荡漾的，今天怎么就愁容满面的呀？啊？你怎么这么八卦？我的八卦你听的还少吗？你以为我愿意听啊？还不是你表达欲那么旺盛，有点风吹草动就来告诉我，我还没收你情感咨询费呢啊！就你那情感咨询，我听了还得洗小耳朵呢。我还没问你要赔偿呢吧？哎，我给你录音啊，你再说一遍，说你以后再也不会找我咨询情感问题了。那我就好心好意、大发慈悲的告诉你，别忘了你当初跟他分手的时候悲惨时刻，别到时候又跑来我家抱着我哭3天3夜。哎，你是不是得了臆想症，都在幻想？究竟我是你对象，还是初理是你对象？行，那这一次你别被我揪着小辫儿，不然我就录下来放到网上，让广大的书友看看你的怂样。你手机里的视频都是我，哎，你究竟有多在乎我？滚出去！这里是公共场合，凭什么我走？那行，我走。哎，等一下，你之前想的那个办法好了没有？那当然了，来之前我已经发了一个万字长文了。你要声讨阴长？你以为我是什么单细胞的生物呀？
做人做事要靠脑子。什么？印厂主动发了道歉声明？声明上还说印厂会和我们友好协商，一起承担这次失误的损失。他们道歉本来就是理所当然，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他们的不对，只不过他们不是经营困难吗？怎么会主动愿意承担损失啊？这个你就得问周川老师了。周川搞的什么鬼？居然在微博上发了一篇万字长文，来讲述昭明印厂的50年荣辱兴衰，还弄得圈里面一帮作者去帮他转发去。这一个历史悠久、可歌可泣的老厂子，因为大环境经营不善，人才凋零，这戏码多虐呀！不过现在这个结果不是挺好吗 ？Happy ending。读者呢不光消了气，还会认为我们圆月社大气，主动帮老厂子承担责任。你别说，臭川这招挺高明。不是，哎呀，那问题是他这么一弄，现在谁还在追究这个处理这个责编的责任问题啊？你看，现在大家都说是因为大环境的问题导致老厂管理纰漏，印厂那边呢为了感谢周川给他们打广告，现在也站出来帮处理说话。弄得于洋跟夏老师也跑到杨总那儿去帮处理申请什么复职，这不行啊！这梁主任，你得站出来得说话呀。老梁，我觉得你现在出发点有点问题，对事不对人。你不管做什么事儿，你得站在圆月社的立场上，不要老盯着个人了，对吧？现在你的重中之重，把动漫板块给我搞好了，这才是首要任务，懂吗？效果不错啊，有这么多生源，这下处理应该能尽快复职了吧？他复不复职我倒是无所谓，我就是看不惯他伤心难过的样子。喂，哦，知道了，我马上到。赶紧回家哄你女朋友吧啊！现在可是你邀功的好机会。这个罗文是新顿的那个罗文，对，顾白纸的上司啊。啊，他说找我有点事儿，顾白知道这事儿吗？他没必要知道吧？江雨晨，我不管你是旧情复燃也好，还是和罗文有私交也好，你自己考虑清楚就好。不出意外的话，我下周就能回去上班了。老师，你真好，你怎么这么好？现在知道我的好了呀？啊，这2天是怎么对我的呀？我错了嘛。你看，我给你准备了好多大餐啊，只有大餐啊？满意了吗？不够。在家呀？怎么不开灯啊？怎么啦？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把
我当成你晋升副总的工具了。你听谁说的？回答我。我没有把你当成工具啊，一次也没有。你到现在还在骗我？你嘴里有一句实话吗？那你相信过我吗？以前你怀疑我把你的稿子给云飞，现在你怀疑我把你当成晋升工具。对，我顾白芷就是把自己当成筹码在陪你玩儿。你开心了，满意了？你想要我的书，我签给你。你想晋升副总，我帮你。但你别再骗我了，我不想再从别人嘴里了解你。如果你有什么真实的想法，请你告诉我。只要你答应，我会当做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你可以当成一切都没有发生过。江雨成，你是不是特别委屈？这么多年，顾白芷都是别有目的的在接近你。我错了，你是对的，我们就不该重新开始。杨处长的王八蛋，王八蛋！放开我！他怎么你还说？气死我了！刀！哎呀，要说呀，还是梁主任您有能力，这3言2语啊，就让杨总打消了让处理复职的这个念头，弄得夏老师一点脾气都没有。少来，我可不是为了你。你那个热门的漫画作家联系的怎么样？时间紧迫。哦，这个你放心，我跟小鸟啊已经积累了很大一部分资源了。哎，你看，正好那天我按摩的时候新学了2个新手法。来，坐好，您坐好。你看，用力，哎，用力。现在就跟变了个人一样。我刚才就是不小心踢了垃圾桶一下，他的眼神就跟要活剐了我似的。你说他怎么能变脸变这么快啊？我不管，你不来的话，我看你死定了。滚！
你在干嘛？没干什么。你很闲吗？没有。没有还不快去写书？哎，把衣服也洗了，好，记得拖地。行。那我现在先干什么呀？算了，还是来帮我做饭吧。这是什么呢？3年前没有送出去的礼物。你想要我的书，我签给你。你想晋升副总，我帮你。但你别再骗我了，我不想再从别人嘴里了解你。好，顾总监好。没问题，那就约下周。好的，好，挂了。罗总好手段，什么意思啊？是你告诉江雨成的吧？你不是说公事公办吗？那我给他说了，也不影响顾大总监的安排吧？当然，这些是你想推荐上强推榜的作品，我都看了，一个都不行。以后您还是少插手内容策划部的工作吧，免得给我们徒增工作量。印厂的事儿总算告一段落了。谢谢你，于主编。处理被停职这些事情，自然该由我来解决，不用说谢。哦，那处理那边的事情有没有我能帮上忙的？这都已经停职1个星期了。我已经让阿香过去了，处理会解决好。到时候我们只要在关键的时刻推波助澜一把就好。好。球球马上就要过生日了，他的生日会你会来吧？他一定会特别开心的。我没怀孕的时候我说了，以后你就是球球的干妈，你还记得吗？球球都已经长这么大了，现在突然冒出个干妈，有点奇怪吧？不会的。其实我经常在他面前提起你，他是知道你的。没关系，那到时候再说吧。应该是这儿吧。请问这是周川老师跟初里家吗？我是阿向，是于主编让我过来的。是不是复职的事儿又有希望了？哦，是。周川老师，喝水。好，谢谢周川老师。坐吧。哦，那个其实，本来于主编跟索红老师要跟我一起来的，但是印厂那边临时有点事情，我就自己来了。现在进展怎么样了？赠品都发出去了，挺顺利的。那
那就好。其实，如果不是梁主任从中作梗，你早就应该复职了。但是夏老师还是向杨总为你申请了一个机会。你知道我们圆月社要改版的消息了吧？是说新增的动漫板块吗？这部分梁主任和老苗想要很久了，应该归他们负责了吧？除了这个动漫板块呢，我们圆月社还要添加一个最具潜力的新人板块，你就负责这个板块。新人板块，是说要去挖掘新人的意思吗？应该是。于主编说让你联系一下去年咱们互动文化节的时候选出的几篇优秀作者的后续，只要你能签下有潜力的新人，你复职一定没有问题的。没问题，只要不让我失业，怎么样都好办。那我现在就去看去年互动文化节的续作。我倒是记得有一个人好像写的不错。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了。站在你身后的鬼。找到了，但是只有 QQ 号。那也行。你好，我是月光的杂志编辑，我叫初里，期待你的回复。啊，我突然觉得有点激动。激动什么呀？这是我第一次签新人哎。之前不管是签你呀，还是姜老师，还是索恒老师，你们多少都有点出书经验的。这是我第一次要带新人，人家还没加你呢，你就觉着要带他了？他肯定会答应的。第一，他选择的是你的选稿，所以他很有可能是你的读者。第二，就算他不是你的读者，在诸多选稿中，他也是和你气味相投。到时候如果我不行，就派你去当说客呗。你倒是不客气。之前还拿着刀想要谋杀亲夫呢，这会儿就想着怎么利用我了呀？这么打脸呢？你以后还是别失业了，不然我还不如跟二狗住一窝呢，这样更安全一点。瞎说什么呢？谁是亲夫了？你说呢？还能有谁？哎，你还没回答我问题呢。你呀，当然是你啦。这还差。天哪，这孩子发起感叹号来，真是一点都不手软啊！给他先发几个选题试试考。总监，资料已经发你邮箱了，我先下班了。行，回去注意安全啊。我们谈谈吧。没什么可以谈的。就这么不想看见我了？怎么？难道以后都不联系了？顾白芷，姐，开车。啊？1分钟，就给我1分钟。等什么呢？还不快走？哦。你怎么来了？这什么？这是锦衣手札修订版的手稿，我想着给你送过来。姐，你跟江雨成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你笑成这样才好笑吧？来，我看看。快来看，看这，怎么样？是挺逗的啊，不过他这写的算是段子啊，不算是文章。而且笑点这种东西因人而异，不是所有人都会笑得像你这么无脑吧？你刚刚不是也笑成这样了吗？我看阿鬼的东西就觉得很开心、很轻松，所有压力都没有了。而且我刚跟他聊过，感觉他是个很有活力的年轻人。我现在就给他发消息约他见面。哎呀，还是个小鲜肉，我
都有一点小激动了。你瞎激动什么呀？哎，说不定人家是个姑娘，我的小迷妹可是……又开始自恋了，人家 QQ 性别上显示是个男神。虚拟世界的事儿你也信？哎，你这么容易被骗？他回我了，答应明天和我见面了。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呀？啊，不过这种另辟蹊径的文风，在你们圆圆社的选拔能选拔出来吗？阿鬼无论是想法还是语言，潮流又不失趣味。我觉得他的出现反而能给月光带来更多年轻读者，拓宽我们杂志的年龄层。回来了。谁回来了？画饼界的神笔马良，总算是回来了。你是不是害怕？阿鬼真的是个帅哥小鲜肉，有危机感呐？胡说八道，说不定是我的读者。我来看看自己读者怎么了。行行行，你读者，你放心，就算你不是个小鲜肉，你也勉强算得上是一块老腊肉。你说谁是老腊肉啊？欢迎光临。你好。猴子图案，你是初里？你是站在身后的鬼？原来你是女孩子啊！天哪，我第一次看见活的编辑，这太神奇了啊！那个你好，初次见面，叫我阿鬼就可以了。你好，你好，快坐吧。看见没？你这个250大傻子！你比我想的还年轻，还可爱。你还在读书吧？不小了，大学进度条都已经超过50%了。你呢，是第一个向我约稿的编辑。我偷偷告诉你啊，那天我高兴的一晚上都没睡着。之前你没给其他杂志社供稿过吗？没有，我一直被退稿，他们嫌我的文章太无厘头了。不会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周川老师也觉得很不错。周川是谁啊？就是你给写后续的作者啊。哦，原来你不认识周川，你不是因为喜欢他才给他写的后续啊？当然不是了，我只是挑了我喜欢的东西写，谁会留意是周川还是平川啊？哦，对了，你的试稿我已经发过去了，我觉得问题不大。等确定连载后，就会登上月光的新人板块。这个是我们月光的改版计划，你可以先看看。好。听见没？你这250的孔雀。阿鬼的稿子，夏老师那边没通过，暂时先不考虑。这些我也看不懂，你随意就好了。只要能登上杂志，就算不给稿费也没关系。我之前连被10家杂志社拒过，但是我不气馁啊！我相信我一定能遇上我自己的伯乐。你看，我这不就遇上你了吗？怎么聊一半就走了？出什么事儿了？去圆圆社。啊，好。夏老师有什么问题吗？妈妈，这是我看阿鬼那文章写的笔记，哎，里面这个单肩侧马尾的发型很危险，还有白色相簿又有是什么不，哎，到底跟这个春夏秋冬有没有关系呢？啊，这如果我看不懂的话，就没有办法去判断可不可以退出，是吧？还有啊，初里，我问你，如果那本书你是看不懂的话，你会不会交给读者？这个法子想不通，咱们再想别的方法解决。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阿鬼的稿子里呢，2次元的梗太多了。夏老师这个年纪的人，就像我爸一样，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很正常。
可这个并不是宽泛意义上的看不懂，而是受众年龄群的问题。阿鬼的小说不能就这样被放弃。你想让夏老师看懂阿鬼的二次元小说，这没问题，但这也不是一朝一夕能促成的呀。我知道，可是阿鬼等不了啊，市场就这么大。我们在做新人板块的同时，其他出版社也在争取转型，市面上很快就会出现同风格的小说的。那你也得给夏老师时间去理解二次元吧。我们理解二次元是很容易 get， 但是让夏老师理解也太难了。不对，为什么非要夏老师理解呢？他说我们再有什么办法的话，对，你说。夏老师，夏老师，楚理，你怎么来了？你自己在停滞期，你自己不知道吗？哎呀，老梁，行，那我先忙去了。单肩侧马尾是动漫里女性的常用发型，一般这个发型出场的角色不是已经死了，就是未来必死，所以他才会写太太，你这个发型很危险。白色相簿的季节是冬天，但凡有二女争一男的三角恋，人们都会说这就是白色相簿的季节。哦，你这么说呢，那我懂了。哎，可是你也不可能向读者一个个解释啊。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读懂阿鬼的小说，但一定有一部分特定的人群能够真正的喜欢他、欣赏他。我们新人板块只要牢牢抓住这部分读者，就已经成功了一大半了。接下来我想说的话可能有些狂妄，但请您相信我的判断，阿鬼一定会成为新人板块最受欢迎的作者。好，我相信你的判断。你告诉我，你想出版什么书？教给读者什么力量？我相信书能传递给读者的力量是多样的，它不一定要有深刻的思想或者教育意义，但凡有一瞬间能够打动读者，就是我愿意为之披荆斩棘的书。至于这么高兴吗？当然啦，不仅说服了夏老师，还复职有望。今年我的高光时刻又增加了一幕。如果夏老师没有被说服，不会的，文人最忌讳的就是固步自封。文人之心应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夏老师只不过是被突如其来的新生代文学吓了一跳，不代表他会排斥。这么自信呢？对呀，不然月光就不会改版了。我相信月光一定可以把这些新生代文学呈现给那些因为传统观念而错过好文的人，比如夏老师，比如你爸爸。干什么啊？这还在圆月社呢。怎么了？我就是想牵着你。啊，用得着这么多吗？当然用得着了。到时候阿鬼的小说要是连载出版了，身为他的编辑，我必须要把二次元的梗吃得透透的，才有资格去评判他的内容呀。哎呀，你真是……真是什么？真是让我骄傲。大妈，这里是公众场合。放心吧，我看过了，没人。哎，你说，如果第一次我们相遇，我没跑，会怎么样？第一次，我第一次在这儿认出你是猴子。哒啦哒哒，小川老师。怪不
不得你当时跑得那么快，你就不怕摔个狗啃泥呀？我摔破相了，那你还要我吗？当然不要啦。哎，你干嘛？拿书啊。下来，下来，来吧。就那套《空之境界》。好。这位大哥，你竟然忘记从我手中抢走夏目漱石的罪行。这不是后来给你送回来了吗？哦，那你做了错事就不要跟我说了句对不起啊。过来。干嘛？补偿你。好像藏起来，像犯错的小孩，心跳忽然多了一拍。当你看过来，当万物皆可爱，怎么只有自己奇怪 ？I've got a million ways， 却说不出来。我的理智。